嗨，大家好，我是上官。这是前两天南半球的一个朋友跑赛道的来问我问题，大家可以从截图中看到他轮胎的右侧有明显的撕裂痕迹，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明确的冷撕裂。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冷撕裂的案例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调避震的时候为什么应该全面的看待问题。因为调避震这件事情永远不是1:1、2:2就可以解决的。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冷撕裂的特点就是在开油区的时候有明显的这种橡胶的外翻，甚至说指甲能插进去这样的痕迹。以前我的视频里也跟大家说过，如何判断冷撕裂还是烂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开油点的位置并没有纵向的与轮胎滚动方向一致的这种线条，并且撕裂区仅存在于开油点附近，所以这个我们判断为冷撕裂。OK， 在明确它是冷撕裂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话，来引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要全面的看待问题。这类的问题在我给大家调避震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遇到车主带来的质疑和车主的疑惑。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判断为冷撕裂之后，我说你把胎压降低 0.5 psi， 因为我调避震的风格是比较微弱的，就是一点点调，因为巨量的变化会带来更多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习惯是慢慢调。那么我让它降低 0.5 psi， 这个单位很小，但一定会有效。但是车主反馈说，我刚才已经降低了1 psi 了。他的意思是说，在25 psi 的时候其实没有事儿，轮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降低到24 psi， 减小了1 psi 之后，轮胎反而烂掉了。所以他在问我是不是热衰，或者说他的潜台词说是不是热撕裂。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热撕裂，它跟冷撕裂是有明显区别的。如图所示，这个叫热撕裂。那我们对比一下，看看图里边这个案例是热撕裂还是冷撕裂呢？ OK，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冷撕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重点就是车主说他的圈速变快了。那我们理解为圈速变快了，一定是他给油更狠了，或者说节奏更好了，对吧？所以我之后给他讲了一大段长的话，是来阐述，即使你当前把胎压降低了，但是问题依旧显现，是因为其他的变量变了。比如说你圈速更快了，你 push 了，你找了某几个弯的极限，甚至说你追人了等等等等。即使你圈速变慢了，也许你在某一两个弯需要大开油的这种弯，你去尝试了一些新的骑法，或者是你去推了一下极限，都有可能对轮胎造成之前不出现的撕裂或者磨损。所以这个才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在看到问题出现的时候，不应该仅限于说 OK 我的圈速如何，我的胎压如何，而是要更多的去看纵向的问题。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你给油更狠了，你去推极限了，你去追人了，等等等等，这些因素是否变了？或者说像车主说的，他后边说那是不是我直道变慢了，然后导致轮胎表面变凉，然后我再去推的时候，可能这个表面温度下来了，但是我给油的手法可能是一致的，就导致开油区被撕开了。当然也有可能，所以这项才是一个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尤其是在调避震的这个状态下，因为最终我们其实是要调轮胎跟体感的综合结果，让这个车主和轮胎的感觉都很好。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答卷。后边呢，我又说了一下有多种方法去可以解决冷撕裂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降低胎压，但是胎压不可以一味的降低，因为首先它这是公升车，轮胎需要比较好的支撑性，那如果你的胎压太低的话，其实会没有支撑性，在弯里边轮胎会扭，那对车的稳定性也不好。所以如果胎压已经很低了，我又不想再去降低胎压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有两种策略，一个是让屁股低一点，就是调后避震的预载，让车尾低一点点，更多的重量可以转移到后面，让我们给油的时候后面有更多的负载，它就会变热，就可以侧面缓解冷撕裂。或者我降低一点点压缩阻尼，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其实方法有很多种。再或者我其实可以提高一点点车头，也是间接让重心靠后，那提高车头就是增大前避震预载，都是方法。至于你用哪种方法，其实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选的，所以所有方法也不唯一，产生问题的原因也可能不唯一，这才是今天视频里我想表达给大家的，看问题一定要尽量的全面，尽量的广。 OK， 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里，下期我们来讲一下烂胎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全面看待问题。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关注我了解更多机车知识，我们下期见了，拜拜。